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黑白专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乐高2017年未来骑士团系列编号76353直升飞石魔，318块零件，3个人在北美售价是30美金。未来骑士团下半年的素质明显比上半年有所提高事实上，在我们做完巨石魔这款评测之后呢，还有2个这个反派的怪物，一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是我们这个就是比较显眼的那一款阿龙的那战车里面出现的。那么我说过，如果有独占人仔的话，我都会去收的。我现在是旅行动员的时候，今天的独占人仔则是一个反派的女性石头怪。3个人仔，5个生物，然后我们之前巨石魔里面出现的下半年出现这种紫的小怪物依然是出现了所以他们俩都不是独占哈，唯一独占的就是我们这个叫石魔姐妹。石魔姐妹，可能我觉得在动画片里头是不是这玩意儿也是量产的，要不然不会叫姐妹。那我们先看一下石魔姐妹哈，石魔姐妹她作为女性角色，那她的身体涂装一定是新的哈，拿了一个这种像闪电一样的组成镰刀，特别不用心的，还用一个灰色的部分和黑色的部分做一个组成，总之是代表闪电的感觉，非常二的一个武器哈。这家伙呢，我在买完之后呢，觉得有点奇怪。奇怪什么呢？奇怪就奇怪在我觉得乐高哈不会给未来骑士团多做这种独占的模具，事实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模具哈，这个头发的模具，事实上在图片上这个是精灵女王的模具。因为我当时看的感觉，我就想，我靠，这个以后要放在中古的精灵中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具。但实际上它就是已经出过，也就是我不买这精灵系列，要不然早就发现了。所以哈。这个偷点懒儿，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它的表情。表情方面呢是比较有意思的。说实话呢，你猛的一看哈，不大容易看出它是女的，你得仔细去看才能看出它是个女的。对，它这表情，有画这种深的这种眉毛，妩媚的这种眉毛哈，但是不是特别好辨别性别。对，给了双面表情哈，这个可能比较正常一点的表情，稍微容易看出来一点点哈。这头发是胶质的，这点要提一下，因为女孩系列基本上它这个做的都是胶质的，并不是硬的这种配件。然后我们身体涂装稍微去看一下有这个女性的这个特征，大翅膀一定是好评哈。然后我们看一下背面的涂装也是这个为它单独设计过的。再来剩下的反派就都出现过的哈，巨石魔那款大赛里面出现过的这个紫色的小石头以及蓝色的小石头，上半年就出现过。我们看到呢，这个小杂兵其实也就那样，和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然后应该是一个双面表情哈，这一面的表情是一个这个狰狞的一个表情，另外一面呢，则是一个这个被打哭了的一个样子。反派为主的 set 里面呢，我们的未来骑士团事实上都会有这种小的飞行器。然后我们看到哈，克雷这已经不止一次有这种奇葩的这个小的飞行器了。好的一点就是说，它做的这个样式呢，可以很好的支撑。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做的特别不平衡的话，你甚至没有办法把人仔立住，这个就会减少一定的可玩性。然后拿了一把双刃剑哈，两边都是有这种剑，更像是一个长柄武器。别的方面因为克雷出现过太多次，我们就不做详细介绍了，后期会给大家做盾牌的一个演示。相比较下半年出现的另外几个反派呢，这回独占就比较逊色了。未来骑士年下半年这一波哈，和上半年比呢，就是截然不同的。我认为呢是有一定可取之处的。像我们之前评价的这个巨石魔这款赛一样，它在它有意思的同时呢又有硬伤，所以这个是另外一款纠结赛了。对，我们可以发现哈，因为幻影者大电影的上市，乐高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大电影上面。对，然后呢，未来骑士团的定位更像是把这个。更关注于可玩性吧，所以你今天看到一会儿我给大家演示的，它会有一定的可玩性，就是说让你真正实打实的去动手去玩这个赛的，玩这个怪物，它是做到了。大家看一下，这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可玩性，就是它的翅膀是可以去动的，而且方向不一样。对，有点像这种旋转机，非常的炫目感觉。这个设计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吃嘛哈。同时我在旋转的过程中，它还可以发动机关，我们像一个这种轰炸机的感觉。这个投下了小石头魔，对，把这小石头魔当做炸弹来用。
所以你看哈，它还是一个武装的妖怪。另外呢，就是这手臂上事实上是可以真实的打出炮弹的。除了这几个机关之外啊，我要给大家去看看它的可动性了。首先啊，我一定要提的一点就是，在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可玩性的同时呢，它尾部做的并不是很好。刚才大家可能已经看见了，这个是一个把手啊，它是为了更好的让你去把握住它，去旋转这个机关。小机关。但是你这么看像一只狗，好吧？这后边这尾巴又没有什么去修饰，就是一个科技件。所以说你从后面看，它做的并不是特别用心哈。总之是一只飞天兽。那么它的这个可动性的四肢怎么样呢？首先啊，这个头部它运用了一个这种球形连接件，它头部的可动性还是不错的。在它的这个下巴的位置哈，这个口大嘴子的位置，事实上可以张开闭合，这是一个上下的一个这个科技件。再来呢，就是两侧的手臂，它运用了小的球形连接件，依然还有这种固定的这种活动性比较好的科技件。哎，就是说它的可动性，你看啊还是不错的。指甲呢虽然是只是上下抬动的，但是依然是可以让你有一个可玩性了。而这个后肢哈就显得比较的不舒服了，这有点太敷衍了。就是你看啊，这一个小爪子立在这里，对，但是因为你前胳膊肘能支撑地面的话，所以它后面觉得总是做的有点过于糙了。再来我们看看外观哈，这外观说实话有点意思的。你看这个虽然它采用了一贯的方针啊，巨型深刻的大嘴，就是紫色配黄色来做出这个怪兽脸。对，但是这回的怪兽脸这大下巴哈，这让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真别说。然后你看看它运用了几张贴纸，还有我们的这个风剑力量哈，闪电系的修饰它的这个前面的前颚。当然，同时呢，两侧小爪子它有一定的可玩性，你可以摆这个小爪子去进行攻击哈。但是今年未来骑士团的硬伤是你不能仔细看哈，你只能看个大概或者某一方向。对，你看这个蓝色的这个科技件显得就不是很和谐，所以它只能运用一些贴纸在侧翼这种灰色零件上进行一些细节的修饰。这个翅膀这块呢，你可以看就感觉非常像我们现代生活中的这个直升机了。驾驶位的位置没有特意的去强调或者说修饰哈，也可能是有一个操纵杆，一操纵杆没有任何的贴纸，只是这么一个跟钉刺一样的东西。对，单面能看的体现在侧翼哈，这侧翼做的是真的不怎么地。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是发动我们刚才的这个炸弹的一个机关，它怎么发动呢？这边就是有一个隔板，你把这隔板往下一拉，它就闭合，你一放开，这炸弹就从上面滑下来了。注意这个贴纸的位置哈，这贴纸位置就是装填弹药的位置。你打开之后呢，里面会有空间哈，里面的空间让我们把这两个小石头怪扔进去，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先储存在这里面。然后你放开盖儿以后，然后底下一拉，它就下来了。双螺旋桨，然后可以直接发动的这个设计啊，是很好的。对于不了解乐高的伙伴的一个这个劝卖哈，因为事实上它有一定的科技件的一个互动，有一些锯齿的一个零件，会有一些拼装乐趣，所以你刚接触乐高，想给这年龄比较低的朋友买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屁股的位置真的就没什么可夸的了，真的是很粗糙啊。今天门馆赛里面啊，有两个这个盾牌可以扫，一个是我们的克雷的。另外一个就是风劲力量，风劲力量并不是一个独占哈，之前出现过。对，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是之前我没有过的。对，你看一下叫什么，好像是什么雪人什么的。雪人喷嚏。雪人喷嚏，我觉得可能像这种技能，一般来说是一个辅助性的技能，或者冰冻啊之类的，可以延缓敌人的攻击哈。出现了，我们看啊，出现了这个摸摸乐的雪人哈。对。3个攻击力，3个防御力，我们尝试一下。应该是能减缓敌人的速度，没有这个回血的技能。雪人喷嚏，这有点意思啊！出现雪人，然后大家看哈，它会随着我方向，然后这个雪人真的打喷嚏，这个是做的比较用心的哈。然后打着谁就变成了雪人是吗？听啊，它会打喷嚏，有配音的，对，然后应该是有一个减缓的效果。直升机上的风劲力量是这个可怕的饥荒哈，我们看一下，一般风劲力量都比较酷，但是它不是独占哈，这个上半年应该我们已经做过了，要不然不会是在我的这个收藏里的了。可怕的饥荒，出现了一个结界，然后会不断的放蛇，对，然后同时会给自己加血，这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技能啊，固有结界。
这就是今天评测全部部分了。总的来说呢，这是一款中规中矩的 set， 有一定的亮点，但也有硬伤。独占的人仔呢，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因为这个零件就是运用的我们这个精灵系列里面的零件了。大怪物无疑是有一定的可玩性，而这个可玩性对我而言，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和上半年的疲软相比呢，是有一定进步的，但是你不能横向去比，因为今年下半年出过太多优秀的作品了，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糕，普通的一个评价。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可以去买，也不贵。那么大家怎么去看本款 set？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意见写到下面，我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